战后5常国家之中，只有我们没有安全缓冲区，而我们现在援引敌国条款重申波茨坦公告的真正意思是，我们要拿回当时没有能力拿到，但是本应属于我的权利范围。地缘政治很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地缘政治也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愿不愿意，只有能不能够。搞事的独苗是不愿意收回他的错误言论吗？收回的一刻就是他下台的一刻。一个没有背景的日本女政客不当炮灰，难道还想当第二个川普吗？是美国不想要全球霸权，要啥有啥的这种好日子吗？他想要阿根廷把大豆份额吐出来都做不到啊！是欧洲突然理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现咱家制造业不过剩了吗？是他们自己家的制造业在国内不断的裁员，跑来中国设厂，教会他们怎么说人话了。法国的空客、达索、碧玉都在成都，而德国有560多家企业涌入了中国太仓。如今在德国卖的大众都是中国产的，这才是德国外长从口无遮拦迅速学会赞赏和感谢的根本原因。跟你信不信任西方的政客和对方的政策，是不是有烟无弹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确定性在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资源目前是有限的，因此围绕着资源的博弈是清晰的。只不过在选票政治这种先天缺陷的制度下，政客需要演出符合人设的剧情，所以我们要看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这些实实在在的客观支撑，而不要跟着西方的胡蒙一起集体无意识。我看到有些评论反复的强调，就是美国会甘心吗？会轻易放弃亚太吗？欧洲会配合吗？他们有一盘大棋要合着伙来害咱，不能把他们想得太好。这其实是一种纯粹的被动的弱者心态。对方有那个心，他就有那个力吗？我们在经济上和地缘上与任何国家合作，不是因为要依赖对方，对方万一不靠谱，我们就成了杜十娘，动辄谁也不能信，不可靠，本质是一种拒绝认知的无能和习惯了作为弱者的虚弱。主席讲以斗争求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是一句也没学会。美国那套啥都能威胁到安全倒是学了个十足。其实真实的世界是全球政治经济集团都开始布局适应中国引领的国际秩序了，可是我们自家有些人就是站不起来。我们拥有着主动塑造外部地缘环境的有利条件，就是听不明白。主动塑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只要我觉得，不用管对方怎么觉得。现实也在一次次的验证这一高层的判断。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访，里子上他在来访期间，我们批准了商用稀土磁铁的许可；面子上，四川大学生圆了马哥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追求的梦啊！马克龙来访期间，西方媒体都是唱衰和警告。结果这前脚刚走昨天路透社、彭博社、金融时报又开始整活了，说马克龙对华放狠话了，威胁了我们加关税，所以我们才乖乖就范的。这连番的报道，你要是只看标题不仔细看就会觉得马克龙回国又变脸了。但如果你仔细读一下正文呢，其实马哥回去之后的态度是要推动欧洲形成一个对华更缓和、更具和解姿态的统一态度。具体方法是什么呢？开放光刻机的限制。全网群嘲马哥在法国民意低迷，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削减福利，试图寻求法国工业自救。他任期内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可是终身免费教育的法国却没教会法国人民他们经济衰退的根源到底因为什么。而马哥在欧盟遭到群嘲的原因是原污永远口惠而实不至，口号响得最响亮，掏钱掏得最少，这不是相当靠谱吗？为什么我们礼遇法国？其实就是在说，你可以在不实质性损害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表演，演得越逼真，与我的合作越紧密才可以。实际上目前中法的合作可以说是近乎于法国托孤式的留下火种，阿尔斯通的殒命就在马克龙的面前，想为法国未来的工业留一线生机，避免美国收割的唯一选择就只有我们，所以他怎么演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我认为马克龙是目前唯一一个我们愿意配合的龙哥还年轻，这次带回了稀土磁铁的好消息，未来在欧洲政坛上会因为我们的背书有更大的舞台和空间。今天的另一个消息是，川普同意英伟达对我们出售 H200 芯片。其实这个操作黄仁勋都预热了2周了在安全报告出来之前呢，就表示中国人的技术现在很厉害了，我们想卖人家还不一定买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出来，其实就是在解释说，以前民主党搞错了，让咱中产衰落，工业被掏空的不是人家东大，是因为民主党那帮精英去全世界充当烂好人，保护盟友，把咱给消耗穷了。
那都不是人家东大闹的，那咱该赚的钱得赚呢。川普大统领和共和党主打不是一个务实吗？原则那个部分，今天英伟达 H200 就解禁了。可是市场对于 A 股芯片板块依然信心十足。摩尔线程同时宣布将推出新的构架的 GPU，11月底中芯国际的财报更是豪横，净利润同比增长 39.8%， 毛利率提升到 21.9%。我们的底气不是对方放我们一马来的，而是凭实力得来的地位和优势。这远不是一两下阴谋诡计虚晃一枪就能够逆转的局势。要明白，我们的对手也都是世界顶级玩家，无论是科技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聪明人之间玩的都是名牌的游戏。地缘力量是可以定量的，也就是经济实力，更准确的说是制造业实力。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全球工业产值占比超过 30% 的国家被围堵成功过。以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加权计算，我国25年工业产值占全球的 35%， 美国占 10%， 我国的人均制造业 GDP 达到了美国的 87.5%， 这才是中美关系可以快速缓和的物质基础。收割现在这个程度的中国，不仅不太可能，而且成本巨大。如今欧洲制造业用脚投票中国，美国战略转向，日本沦为边缘弃子，实际上都是生产能力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而已。纵观全球10年之内，哪里的生产效率在增加，哪里停滞不前，一目了然。不是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喜欢我们、信任我们，才拖家带口连着上下游产业链一起往这儿跑的，是因为我们这里是全球制造业可以生存的唯一选项，主动嵌入一个更具活力的超级生态系统是唯一的战略选择。这其实也是摆在美国科技企业面前的唯一选择。而利益如果流向这里，其实也就决定了政客的表演风格和政策主张都得跟着金主一起转向啊，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可确定，更谈不上这是乐观还是悲观，只是客观的描述而已。今天呢，我去转了一圈碑林，看着林则徐、左宗棠的字，总觉得笔触之中包含着沉重的无奈和不甘。昭陵六郡原本代表着我华夏历史上最传奇的胜利和不朽的军功，可如今破碎残存的姿态和依然故土难回的现实，让每一个观众都非常的意难平。没有人比我们更明白实力代表了什么，也没有人比我们更应该体验筚路蓝缕200年之后如今该有的荣光。要先从心里站直了，堂堂正正的碾压过去，才是如今同志们该有的气魄。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